据法新社、美联社、CNN 等多个外媒报道，美联储在15个月内连续加息10次后暂停加息，通胀依然高企的情况下，美联储停止加息，这是对美国经济未来趋势看好吗？答案是未必。但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可能会让美国更多的银行暴雷。深层次问题是美元回流未及预期，而真正的根源是美国经济掠夺模式已经被中国给硬生生打断了。美联储加息15个月连续10次，这算什么水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月15日投票决定暂停激进的加息行动，但面对高速的通胀，同时表示可能需要在年底前大幅加息。美联储表示，保持利率稳定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政策制定者有时间评估更多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不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也暗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货币紧缩政策，将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期中值再上调半个百分点。这表明美联储可能需要在年底前再加息2次。15个月连续10次，这算什么水平？2022年1月份通胀率 7.5%， 失业率 4%。1月25日至26日，美联储利率决议维持利率目标区间在 0% 至 0.25% 不变。这个通胀率还能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也算是沉得住气。不过这也就是美联储最后的矜持而已。自此之后，美联储开出了15个月连续10次加息的猛药。2月份通胀率 7.9%， 失业率 3.8%。3月15日至16日，美联储利率决议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区间25个基点至 0.25% 至 0.5%。3月份通胀率 8.5%， 失业率 3.6%。5月3日至4日，美联储通过会议决定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增加 0.5%， 即上涨50个基点，上调到 0.75% 至 1% 之间。4月份通胀率 8.3%。失业率 3.6%。6月14日至15日，美联储首度一次加息7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 0.75% 至 1.00% 升至 1.50% 至 1.75%。5月份通胀率 8.6%， 失业率 3.6%。7月26日至27日，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 1.50% 至 1.75% 上调75个基点至 2.25% 至 2.50%。8月份通胀率 8.3%， 失业率 3.7%，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到 3% 至 3.25% 之间。9月份通胀率 8.2%， 失业率 3.5%。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之间。11月通胀率 7.1%， 失业率 3.7%， 加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4.25% 至 4.50% 之间。12月美国通胀率 6.5%， 失业率 3.5%。1月31日至2月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4.5% 到 4.75% 之间。2023年1月份，美国通胀率 6.4%。3月21日至22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4.75% 到 5.00% 之间。2023年4月份，美国通胀率为 5.5%。5月4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5% 到 5.25% 之间。通胀率 CPI 从2022年6月最高 9.1% 下降到 5.5%， 很有成效是吧？但事实上，从美联储开始加息开始的 CPI 为 7.9%， 降到 5.5%， 下降了 2.4% 而已。但美联储的利息却暴增到 5.25%。虽然并不算美国历史上利息最高的时刻，因为1981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美联储曾把利息干到了 15.32% 年利率。这个通胀 5.5% 仍然远高于美联储官员希望看到的水平，他们希望通胀降低到 2% 左右。应该说这个 CPI 指数 5.5% 也不算特别高。1980年代美国 CPI 指数最高曾达 14.8%， 所以这 5.5% 怕个毛呢？为何美国如此较真？必须提醒一下各位，
美国目前的 CPI 计算方式和1980年代不一样。如果现在美国 CPI 的成分和权重和80年的相同的话，去年6月份美国的 CPI 指数已经超过13%了，逼近大滞胀时期的峰值了。即使按现在5.5%计算，其比例也在8%至9%之间，这才是美联储发慌的真正原因，继续加息。因为美国目前的利息已经处在相当高的水平，目前美国银行业受到加息影响，长期债券收益率已经倒挂，由于储户兑付资金而不得不亏本抛售，导致恐慌蔓延。股票抛售与储户挤兑已经导致3家银行破产。在目前 CPI 有些降低的基础上暂时维持不变，但美联储并不死心，准备在夏季或秋季再次加息。美联储为什么要加息？美国玩法被中国彻底打断了。表面上来看，加息就是为了抑制通胀，因为只有收紧流动性才能够把通货膨胀降下来，这个也被称为是缩表的一种，与之对应的就是扩表，量化宽松 QE 就是扩表。所谓的量化宽松，就是美联储印钱再通过一系列的购买债券的行为，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让人们更愿意消费和投资，保持经济维持繁荣。但货币供应过剩，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通货膨胀，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刺激经济，但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导致经济停滞。怎么办？减少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所谓的缩表，减少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一般缩表分成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第二阶段，美联储宣布加息；第三阶段，缩表，把当初印出来的大量美联储票据慢慢收回去。收回的过程有2种，一种是把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券出售，但这有很大的弊端，出售债券会给债券市场带来太大的压力。另一种是停止再投资，也就是美联储停止购买债券，债券到期后不再投资购买新债来让资产负债表下降。一般美联储会采用第2种方法。从历史经验看，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短期内扩大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利率差异，美元升值预期和美债收益率上升会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导致全球资金面紧张和利率水平上升。所以，很多朋友认为的加息后资金从股市流出让美股崩溃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回流美国本土的资金会托起美国股市，购买美国资产等等。这个过程看似正常流动，但危害极大，因为美元会在美联储扩表时流动性大增，增加货币供应时流出美国投资当地经济，但当美元回流时会带走创造的利润抛售当地资产，会让很多难以托底资产的国家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遭遇资本外逃的双重冲击，最终导致优质资产暴跌。此后的美联储又会大举 QE 扩表，然后释放一大波流动性美元，疯狂对各国优质资产抄底，这就是所谓的美元潮汐，也被称为割韭菜。从美元成为全球贸易核心交易货币开始，已经用这种方法不知道收割了多少回。各国对美元那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能带来繁荣，恨的是走时留下一地鸡毛。美国玩法被中国彻底打断了。美联储的扩表与缩表一来一回就把全世界的财富带到了美国，所以各位千万别以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是美国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这般掠夺全球经济发展成果的结果。全世界对美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在背后支撑。美军的作用不只是保卫美国，还能制造地区危机，人为的让当地资金疯狂出逃，从而拉低资产价格，再进行抄底行动获得优质资产。美军不仅是美元霸权的帮凶，还是美元潮汐行动中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不需要动用缩表或者扩表这种金融核武器。但从2022年到2023年的美联储加息行动，意外地出现效果不佳的情况。美联储15个月内10次加息都没有达到预期，并且还打算在夏秋季再度加息，这个疯狂操作的背后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出现，准确地说是在1998年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美国的收割行动就不那么顺利了。美国摁倒了羊，中国把羊毛剪了。
一位英国教授中美贸易战时发表的观点，或者将为近期美国疯狂加息解释原因，并且也更深层次地解释了中美贸易战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关键是中国崛起，把美国的全球收割计划全部打乱了。中国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时的0.46万亿元 GDP 成长到2022年的121.02万亿元，改革开放40年 GDP 暴涨了近300倍。按理说，中国应该是美国养肥的最大一颗韭菜，因为在1980年代开始，美国就因为国内人工大幅上涨，无法和日本竞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顺便养肥割韭菜。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这颗哪是韭菜啊，简直就是一颗钢牙，根本就割不动。中国政府控制力很强，在金融领域对资本有诸多管制措施，使得美国难以单单通过资本操作方式收割中国的财富，这是第一道防火墙。另外，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这是第二道防火墙。美国根本无法通过制造地区危机让资本出逃收割财富。要是割不动中国倒也算了，因为除了中国外，全世界能割的还是很多的，比如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解体，美国吃了个撑；98金融危机割了东南亚；1999年入侵南联盟算是阴了一把欧洲，入侵利比亚、搞乱叙利亚、撺掇乌克兰这些事件反复割了欧洲和俄罗斯，只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中国的出现，却硬生生在美国收割，全世界是横插一杠。中国在 GDP 暴涨的同时，也持有了大量美元，在美国收割他国的同时，跟着美国一起抄底资产，比如油田的开发权、竞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只是收购一些资源，或者参与重建或者投资等等。往往中国在参与油田开发或者基础建设或者灾后与战后重建时拥有巨大优势，所以在很多时候，美元回来的同时也带回了通胀。尽管美国人还是能获得大量财富，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急剧膨胀，这个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在9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的，但在2008年以前，中国还并没有达到让美国感到难受的程度。但2008年时，美国切切实实地感到了危机。因为美国无法转嫁金融危机，中国反而利用美国的次贷危机小赚了一把，而且在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在利用美元潮汐收割时，难度比之前高了一个数量级。此前都是美元为主要货币主导的，在08年之后，突然冒出来人民币国际化，搞货币互换协议。尽管这体量不大，但正在连年扩大，特别是在2022至2023。全球在见识了美国以美元作为武器制裁俄罗斯之后，如惊弓之鸟，纷纷开始用本币交易。中国这个贸易大国突然间人民币被动国际化了，人家都不用美元交易了，美国人还收割个毛呢？然而不止于此，中国在2013年之后还搞了一带一路，很多基建都是中国以工业制品和基础设施折算美元，对方以优质资产的期权折算美元完成交易。美元只是一个计价工具，连货币都取消了，这下美国人真是郁闷了。当然，中国人的手段不止一手，还有好多手。美国在制造地区危机后，中国可能会顺着美资抄底，还有可能截胡战后重建，并且为此中国还搞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作为白手套。美国人突然发现，美军这支强大的部队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中国做了嫁衣。纽约时报在今年3月28日报道，中国已向全球151个低收入国家提供了9000亿美元贷款，主要用于建设公路、桥梁、水电大坝等基础设施。另外，还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等大规模救助。近些年来，中国提供了2400亿美元的紧急融资。中国几乎要代替 IMF 为全世界贷款，中国还要求大部分国家以人民币还款。纽约时报引用了 ADATA 执行董事、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帕克斯的话称，蒙古等一些国家目前持有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人民币，而之前主要是美元。这个方式不仅打乱了美国以美元潮汐方式收割，还封死了美国以搞乱地区收割，更是直接铺垫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以一手经济手段直接把美国的几种方式给堵死了。美国人现在想的不是收割，而是能不能回本。
美国或将被迫回到制造业取胜的时代，那么美国人有优势吗？答案是，美国在高端制造业还是具有一些优势的，比如半导体芯片产业、航空发动机、量子计算机领域等。但中国追得很紧，美国优势能保持几年确实不太好说。这也是美国迫切要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制裁中国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造船业、铁路、电力、通信网、公路以及中低端科技等这些领域已经完全无法和中国竞争，因为中国几乎囊括了全球30%的制造业增加值。这也是这次美联储屡屡加息却不见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经济有着多重影响，比如疫情，比如华尔街资本只注重金融热钱，比如美国肆无忌惮全球部署的军队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最关键的还是美国赖以生存的产业链被打断了。未来美国可能要被迫以制造业与中国竞争，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法的来历。当然，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说法。作为吃瓜群众，有一句形容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形象的话：美国人摁倒了羊，中国人把羊毛剪了。